嗨，大家好，我是老魏。今天老魏来到了升旗山，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地标。在这里呢，到了山顶，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槟城。我们现在坐缆车上去，这里缆车买票，票价大概是16块马币。这售票处这么多绳子把我晃的，我都不知道从哪进。好，我们现在买一张票，然后坐缆车，那里面应该是坐缆车，然后直接到山顶，这个速度应该很快。从槟城过来也很快，坐公交车也是非常方便。因为我觉得公交车和打车时间差不多，然后那公交车比较高一点嘛，视野比较好，可以看更多的风景。坐缆车的人太多了，非常，我们这里堵了很多人啊。那这排队排了好久，我早知道这么排队的话，我肯定不坐缆车，直接爬上去得了。这么多人，就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缆车，非常让人难以理解这个缆车为什么会这么慢。我们在越南或者在国内乘缆车都非常快，而且那缆车是循环的，几乎是游客到就能上车，没理由这么慢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前面还是有这么多人，还要等很久。车终于到了，是这种缆车，它不是那种缆车啊，难怪哦。好，谢谢。这种跟那个汽车是一样的，跟巴士一样的。难怪我们等了这么久，它是修的跟轻轨一样的形式，和我们传统的看到的缆车是不一样的。前面有轨道，然后按照轨道去爬行，这个造价应该是非常高的。升旗山隧道呢，全长是2公里，大概全程4到5分钟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爬山呢，可能要1.5个小时左右，也就1个半小时。那么等车，等这个隧道的等这个缆车的时间呢，也花了差不多50分钟。这是山里的人家，那走这种小道可能用不了1个半小时啊。还有一些近路，那当地人带才知道的。我们现在是想上爬山，它和那种传统缆车不一样。传统的缆车你坐在上面可以看得更高啊，这里只是一个真正的过山车啊。我们就感觉在山的中间穿行，跟坐那个火车啊，或者坐那种轻轨啊，那感觉差不多的。但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我是靠在这个柱子上，感觉这个向下倾的压力很大，整个是把你身体向上拉、向上推的那种。它这个拉环也非常少，然后我几乎拉不到拉环。下车了，下车了。这种轻轨的车呢，对我这种有恐高症的人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现在一览众山小啊，前方就是槟城了。那座大桥也是通往另外一边，那就是槟城大桥。我第一次来槟城的时候，那座桥还没修好。这里有个观景台，我们可以沿着观景台看一下四周的风景。这一家人在玩自拍。槟城是个岛，相对非常小啊。我们看到的最高的那个建筑呢，就是 Top 大厦。好，我看楼上还有更高的地方，我们上去看看。这我们正对着的就是槟城的老城区，
这2天老魏在老城区是几乎逛遍了。到了这里有一个特点啊，这边就是各种肤色的人就非常多，有当地的人，也有印度人，有这个亚洲面孔，西方面孔，这个人的肤色是什么样的都有。哇，这里风景也非常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到这种景点来玩啊，就是一个登高远眺，就是开阔一下心胸，就看一下风景。这上面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咖啡店，咱们点杯咖啡哦。这一杯咖啡是18块5毛5加税，好怀念越南的咖啡啊！这个不知道地不地道，我知道这边的咖啡没有越南的好喝，也可能习惯了越南那个口味，但这个咖啡比越南的贵多了，这合到10多万了。想起了雀巢的那个广告。此时此地来一杯。我们看一下远方的那个房子啊，那是围岛建起来的啊。昨天出租车司机跟我讲，现在有很多房子都是填岛啊，就是填海建房。因为槟城的地理面积，特别是槟城老城区的地理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涌到这儿来，包括马来西亚本地人，包括一些影视明星，比如杨紫琼啊、成龙啊，都在槟城买房子了。所以这边的房子呢，比较紧缺。虽然有很多房子没有人住，但是它只要建了都能卖得出去。其实我在槟城玩这几天呢，也是因为换签证。那我的签证到期以后呢，就是必须要离境。那离境了以后，我再重新办理签证，再进入越南。那这个过程呢，我必须离境。离境我考虑了一下，因为回国的话我很不适应，很难受，所以每天都失眠。也就是节律失调。那我在前面几个视频里提到过，节律失调非常痛苦，回去了以后非常难受，那每天都是失眠的状态，就是神魂颠倒的那种。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越南的周边国家，那这样的话我是很容易就适应了。那如果去柬埔寨呢，回去了也是签证上有一个柬埔寨的戳，回去了经常被查，知道吧？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柬埔寨，总是要问，所以我就不太愿意去柬埔寨。然后就是要么去老挝，要么去泰国啊或者什么，我就选我本身喜欢槟城嘛，我就来到槟城。槟城机票没想到也这么便宜。那其实我已经回越南的机票我已经订了，回越南的机票呢只有400块人民币，所以非常非常便宜。就是我这400块钱人民币还是加了这个各种税以后，还有平台的那个费用，所以非常非常便宜。来回可能就，如果平时的话不是过节，来回可能就是800块钱，非常非常便宜。就是今后可能会更换签证的话，我觉得来槟城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跟杰哥聊啊，杰哥也是特别愿意来槟城。槟城的景色也特别美啊，然后这个城市啊、老街啊，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然后在这边住，我不认识什么人，其实这边没有朋友。下次我在这边要找一点朋友啊，拜访一点朋友啊，争取有了朋友以后呢，再过来的话就频繁的来就更好了啊。那现在我们在越南呢也开发了一款软件，就比较轻的一个 ERP 软件，就是适合贸易公司的经销商软件，非常非常轻，就是价格也非常便宜，然后适合一些小的工厂、小的贸易公司，价格呢也非常低。那我们现在在努力开发，估计很快就落地了。整体下来，槟城给我的感觉是挺好的，但是槟城非常小，我们都知道槟城很小，
所以这个节奏我是放的非常非常慢，因为我觉得这样来槟城一下，玩几天，其实也挺好的。这种慢节奏我是非常非常适应的，因为在越南待久了。说还有一块就是饮食这一块呢，就是我是觉得，更适合越南的口味，越南的粉啊，越南那种小吃比较好。但是在槟城这边，华人的餐厅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油腻啊，比较油腻，没有越南的清爽。可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适应那个地方的口味了。那我觉得，整体来讲味道也是不错，槟城的小吃啊各方面味道也是不错，我也是蛮喜欢的。如果说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国的那个时候，我来槟城吃东西的话，我会非常非常适应，因为那个味道是跟我的味道是跟我的口味是也是非常相合的。我们聊一聊槟城的物价，槟城的物价跟我上一次来差了好多，我感觉贵了很多。以前我在零几年的时候来过槟城，差不多有10年了，将近有10年。那时候槟城的物价非常亲民，非常便宜。那今天再来到槟城，觉得好贵啊，贵了，真的贵了好多。最贵的是什么呢？一个住宿，住宿也涨价涨了很多。还有一块我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店铺，大量的中国人涌过来，我觉得这也是推高当地物价的一个主要原因嘛。槟城的房地产价格也在上涨，然后各种包括食物啊，包括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明显感觉比中国那边贵很多。包括超市里的各种普通的商品的价格比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相比呢，也是差不多贵1.7倍，相当于汇率的价格。因为我们一瓶水卖2块钱，这边差不多卖2马币。那我们是1.75比1，那差不多是1.75倍，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这样的。而且这边我发现很多超市啊，它的商品都比较单调，很少，没有越南的丰富，不要说跟中国商品它比了，所以这边还是有很多商机的哦。但是我不建议大家随便来到槟城投资，这边。你如果没有看好这边的，没有调研好的话，千万不要来投资，因为我在各种自媒体上也看到很多中国人来到这边投资失败的案例也非常多，所以投资需谨慎，包括买房子也是，可能你在这边买了房子以后，你如果冲着那个第二家园来的，比如10年的马来西亚签证，那 OK， 你有时间来住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时间来住的话，不要在这边买房子，因为你靠着海边买房子的话，那个海水啊、海风啊侵蚀你的房子，你的维护成本会非常非常高，你的养护成本很高。如果你没有去打理的话，你的房子很快就坏掉了，家具会坏掉。所以在海边不要随随便便投资。如果你1个月只能来住1次，我建议你住这个酒店就好了，千万不要自己来买房子。买房子的话，你看着房子会增值，但是我觉得未必能增值多少，因为房子太多了，真正能带来价值的，房地产能给你带来的增值，我觉得应该是有限的，不会有特别大的空间。升旗山山顶上的这种小花园啊，风景是相当不错，这个走廊非常迷人。升旗山山顶上的小餐厅啊，很有格调。环境非常好啊！这是马来西亚的食品，当地人做的马豆。这个小的美食广场，这里大多数都是马来西亚当地人、当地的餐饮。当地的小吃，因为在山上走的比较累嘛，所以很多人选择在这儿吃。那我们到山上边上有个印度庙，还有一个马来庙清真寺，我们去看一下。上来就是一个大炮对着我，这里有个印度庙，在这个山上也能看到槟城的一屿啊，这里有个印度庙，
这庙的元素好亮啊，这色彩非常绚烂。这好像是个孔雀。印度庙和清真寺就隔得这么近，这等同于是挨着。清真寺这种圆形的屋顶很醒目。哇，这里还有这种供游客休息的地方，这挺好。来这个升旗山玩的游客呢，大家要注意啊，所有的地方都是禁烟的啊，这整个山都是禁烟的。如果你抽烟的话，会面临高额的罚款。这山上有个庄园，我们进去看一下。这是穆斯林的风格。再往前，这里好像锁了，上不去了。这个伊斯兰古堡应该也没什么人住，只是象征意义了，放在这里。啊，这有这个古堡的介绍。这么窄的一条道，刚刚那辆汽车就这样开上来了。这个方向是走下山的。然后因为我买缆车票呢，是上下都买了，啊，买了上山和下山的，所以我就不走下去了。啊，这里风景很好，而且空气很凉爽，风吹来特别舒服。哇，这种素描好有意思啊！啊，围了好多人，这几个全是画素描的。这里投1马币硬币进去，还可以当个望远镜看。这里有一个梦幻小村庄。其实，在这个位置来看这个冰层是非常清楚的、清晰的，而且现在的光线也非常好。其实来升旗山旅行啊，它是不要门票的，只有一个缆车的费用，然后其他的费用都没有。如果你选择自己爬上车的话，爬上山全程是免费的。好，现在差不多接近6点，老魏选择下山。下山也是要排很长的队啊，兄弟们。哦。Hello. Take the number, sir. So go take the number first, sir. In front escalator. 啊，哦，这里还要登车取号，取了号以后才能够。这个好麻烦，我买了票还要重新取个号，这好费劲啊！这里下山要重新取号排队，我觉得这个大家一起排队下山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已经买了票了，对吧？而且也都是在那儿排的，因为所有的队伍也都是挤在一起，还要重新再取号，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啊，上山不容易，下山也不容易。这个下山要排好长的队，前后全是人。好，本次的升旗山之旅，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不建议大家坐缆车，如果大家能够爬山的话，坐缆车真的好浪费时间。坐缆车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会错过很多风景，因为那个缆车，它是轻轨，它不是那种悬空的，所以很多风景我们就错过去了，蛮可惜的。从圣七山回来，我现在肚子非常饿，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穆斯林的餐厅，不知道这个穆斯林的餐好不好吃，我来尝一下啊。我对他这个飞饼特别感兴趣。Hello， Hi， 哎。啊，我也不知道点什么。人生第一次吃穆斯林餐，不知道好不好吃。我们看看什么味道啊？点了个，这应该是鸡腿啊，点了一个鸡翅膀啊，好像是，然后2张饼，然后蘸了这么多蘸料，这没有筷子。只能自己下手。看这个饼啊，哇，这饼感觉做的确实不错，哎，看起来很好吃。蘸一蘸这个料，咖喱味，这边的，这两边不一样。说不上来的味道，反正也不难吃。这饼不错，也蛮好吃的。我觉得用这个饼配老干妈肯定好吃的。鸡腿的味道一般般，也不难吃，但是谈不上好吃吧。作为一个河南人来讲，这个饼做的很地道，真的不错。这个饼真的很好吃，又加了2张饼，太好吃了。哇，它的饼真的很好吃啊！今后去伊斯兰国家，我们要带点老干妈，带点这个我们习惯的蘸料，然后吃这个饼就好了。这个饼真的很好吃啊！哇，这一墙之隔就是穆斯林的美食城啊，这里面啥都有啊。Thank you， OK 的。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我们穿过餐厅，这是一条小巷子。这条小巷子我不知道是哪个方向，但是大概方向是朝我住的那个街区啊，没有太远，我走过去就好了。